我才让人从海里捞出来时候面目全非，他会是淹死的，你信吗？他社会关系复杂，兴许是被人寻仇呢。我派人查。查什么查呀？把人扔海里，这一看就是赵家的手笔。行了，你别那么冲动，我先问清楚啊。你行了，这已经是第二个，第一个的结果我到现在还没等着。你让我将来怎么找现任？我是害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查，赵家的事儿，我要一查到底。班长，抛开我这个支队长的身份，就论咱们俩是兄弟，我关上门跟你说句真心话，真的，放一放吧，别让赵家注意到你了。今天死了是一个线人，那明天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意思？就要停了？我纯粹是考虑你个人的安全问题。我怕他，当兵的上战场都不怕给突突了，我怕他。张秋风都被你搞怕了，太冒进，真的要出大事儿。张秋风我都懒得搭理他，他是怂了。当然，他家里负担重，他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管他。但是，我一个人干更好，毕竟啊，这赵家渗透的太厉害了，谁是人谁是鬼，咱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一个人干，保险。行吧，我也拦不住你。需要什么支持，随时开口。啊，对了，火柴家里头得派人去保障一阵子吧。靠，就你靠。老班长，既然你信任我，接下来怎么安排，你得听我的。我不信你，咱俩当兵的时候穿一条裤子睡一张床，又一块当着警察。我不信你，我信谁？齐英，确实是的。你确定不通知孩子的父亲过来吗？不通知。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是说小征是你和赵孝生的儿子？你不是跟我说，当年同学会之后，小白，我骗了你。当年我跟赵小生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几个月了。我当时真的特别害怕，我怕赵小生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把小征从我身边抢走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小征的真实身份，包括你。这个秘密一埋就是几十年。我本来以为我不说，谁都不会知道，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恒呀，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小征再查下去了。这不就是在查自己的亲生父亲吗？难道非要等到小征拿着手枪顶着他爸爸脑袋的那一天吗？那不就是大逆不道吗？还有你，这件事除了我，你可谁也别说了。你传出去，流言蜚语就起来了，对你的工作会有影响的。小白，你不恨我吗？我怎么能恨你呢？要恨也恨那个赵孝生，都是因为他，是让他害的。
小白，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想办法帮小珍搞定那件事儿。赵小生我是不能去找了，全得靠你了。你放心。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怎么打不通你电话？老张，通知大家天黑之前搬家。又要搬家？出什么状况了吗？不严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大意。是，我马上通知。严政委，对不起。长征被检察院带走调查，你们专案组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你今天到我这里来，既不是在约定的时间，也没有进行事先联络。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冒失吗？啊，一不小心，我们秘密调查组都会因此而暴露。严政委，我错了，我只是一时心急，下次不会了。下不为例。长征的事情，我刚刚打听了，从曹大龙的死到长征被带走，接下来是网络谣言的密集散布，这一连串的事情环环相扣，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我严重怀疑，这幕后黑手就是赵家。你看，很明显，曹大龙的死还有长征被带走，他们就是最大的受益人。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长征这次面对的局面，比上次更复杂，也更凶险。严政委，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征被陷害吧？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赶快回去，以免引起怀疑。好。秦岩，我最后再叮嘱你一句：关心则乱。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需要做到的是冷静。是，知道了。老杨，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反映一下，是关于长征的。进来。韩市长，您找我？老辛，坐。哎。我想问问，
长征那个案子，检察院的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暂时还没有。现在上上下下都很关注这案子，所以检察院方面处理的也很谨慎。我挺意外的，本以为放了曹大龙，事情能够告一段落，没想到又生出这么多的末节来。老秦啊，长征的案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认为，长征作为一个警察，会知法犯法吗？韩市长，我的意思是，长征有没有违法行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不好判定。但舆情的压力，却是市政府要直接面对的，哪怕算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是吧？对长征的调查，也势在必行。你的话呀，等于没表态。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是不敢妄断。老庆，你这话说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所以长征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还是要深入调查，既不能包庇袒护，也不能让奋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被栽赃陷害，你说对吧？韩市长，您的意思是？我建议啊，立即召开市委办公会，一起商讨一下，看是不是能请省检察院和公安厅组织专人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针对长征一案深入调查，找出真相。这个，你觉得我小题大做？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马上就去办。韩市长，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我觉得你对那个长征好像很关注啊。老庆，别忘了，我也是警校出身，我知道做一个警察有多么的不容易。关注长征，并不只是关注某一个人，而是关注整个公安群体，为他们做点事。老杨，国华，关于你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沟通。长征这条明线的调查工作，对于秘密调查组非常重要。他这次被举报违法办案，疑点重重，很有可能是赵家人及其保护伞对长征的又一次构陷。今天下午，昌武市政府分别给我们厅和省检察院发了函。希望我们能够派人员到昌武，跟当地的公检法机关成立联合调查组。我们也跟省检察院碰了头，一致决定立即成立由省公安厅和昌武市人民检察院组成的联合专案组，对长征的案子进行深入调查。联合专案组的组长由你担任。另外，昌武市检察院的肖晨同志此前直接负责本案，所以可以将他招进我们的联合调查小组。省公安厅的正式公函已经发出，
回来了。对。我妈呢？啊，你妈跳广场舞去了。来，坐下，陪我喝2杯。我还有工作呢。嗨，今天是周末，我都已经报备过了。这酒不错，来，坐下。怎么样？程真的案子有把握吗？我说你为什么找我喝酒呢？随你，你要想聊呢，就聊2句；不想说就算了。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外部环境。怎么讲？现在网络上把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舆论也一边倒的大肆攻击长征，大有一副不把他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架势，这对办案人员影响特别大，仿佛不给长征定罪就是不顺从民意。但是真正的民意是这样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就2个字：真相。行，有点长进。爸，你今天不会是来给长征当说客的吧？我知道你特别喜欢他。小陈啊，爸对你的要求是秉公执法，你往后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你每一步都走对。有时候一步走错了，想要回头就难了。您放心吧，虽然我不喜欢长征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办冤假错案。好，老爸祝你以后永远都不办冤假错案。小陈，这位就是省公安厅派来的严国华同志，是这次联合专案组的组长。这位是我们检察院第1检察部的肖晨。严组长，你好。这位是滨西刑侦大队的金燕同志，我们认识。哦，我来之前先去了一趟滨西刑侦大队了解情况。小金听说我要到检察院来，就主动提出要给我当司机。哦，对了，关于长征的案子，有些情况他要跟你沟通一下。那行，你们俩先聊着，我跟严政委还有点事儿。导演，去我办公室吧。好。你来这儿干嘛？你又不接我电话，那我只能找上门了呀。我没有不接你电话，我就是想……不用解释了，你肯定觉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给长征求情是吧？难道不是吗？求情倒是谈不上，因为长征他根本就没有犯错。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你有什么证据是吧？我没有证据，但是我亲眼看着曹大龙安然无恙地从审讯室出来，而且我跟长征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我相信他。小陈，我知道之前因为你师傅的事情，你一直对长征没什么好感，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其实你师傅还有长征明明就是同种人，他们较真认死理，为了追求真相，哪怕在险境里也不会放弃。所以，你如果真的敬重你的师傅，就不该对长征有偏见。
你是怕我把对长征的偏见带到办案中？放心吧，我萧晨没那么狭隘。更何况，如果我真这样做了，那叫徇私枉法，不仅对不起我师父，更对不起我穿的制服。对不起，还有，谢谢你。怎么又是对不起，又是谢谢我的？对不起，我是帮自己说的。谢谢你，是帮长征说的。行，那对不起，我接受了。后一句就免了吧。那我代表滨西刑侦大队的所有警员向萧检察官致谢。严国华已经入住了市检察院，联合专案组正式接手了长征的案子。知道了。长征，关于你的案件，省公安厅和市检察院已经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这位是联合专案组组长严国华同志，请你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长征，你把讯问曹大龙的过程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遍。事情大致上就是这样。那他现在在哪儿？不行，我得去找他。子念，他现在被隔离审查，你去也帮不上忙。那我不能就这么坐着干等吧？省里很重视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联合专案组，深入调查了。那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调查人员刚到昌武，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你自己也是律师，什么样的案子没见过？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彭超，谢谢你对长征。行了，我们中间不说这个。你休息吧，后面的事交给我。啊，计划书改完再休息。林宇，讯问曹大龙当天，长征是不是让你守在讯问室外？是。他为什么那么做？因为我师父他怕泄露讯问结果。讯问室就在你们刑侦大队，哪来的泄露一说？你别紧张，照实说。因为我们怀疑有内鬼。我刚才注意到你的用词。你用的是我们，也就是说，你也有同样的怀疑。是。有具体的怀疑对象？还没有。因为曹大龙的供词对我们专案组特别重要，所以我师父说要防止一切泄密的可能。长征在当天中午1点左右曾单独进入讯问室，并且关掉了你们的监控监听设备，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师父本来是让我去的，后来他改了主意，自己去了。当时曹大龙的戒备心理非常强，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所以我师父想趁着他吃饭的时候去跟他闲聊，并且主动告诉他关掉了监控设备，为的就是让他放松情绪。在这段时间里，
询问室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曹大龙吃完饭之后，我在门口看到过他一眼，并没有什么异常。长征最后一次跟曹大龙接触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下午的3点半，距离放曹大龙还有4个小时。不过长征讯问完就先出去了，之后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在你和长征最后一次讯问曹大龙期间，曹大龙的精神情绪、身体状态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没有。要说异常，还真有点。哦，我说的异常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你什么意思？审讯结束后，是我押着曹大龙回监仓的。一路上他的表情看上去特别得意，像是立了什么大功似的。但你要说他被刑讯逼供了，我绝对不信。我跟长征搭档，也不是1天2天了，刑讯逼供的事儿，他根本就干不出来，还要说他收受贿赂，就在那报备线，给他送钱，那不等于自投罗网？我马上到楼下接你。你直接上来就好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长征有可能是被人下了套。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核查3个事实：第一，曹大龙究竟是不是死于自杀；第二，他的身上有没有留下刑讯逼供的痕迹；第三，网络上散播的有关长征收受贿赂的举报是否属实？曹大龙的尸检报告应该今天出结果，这条线我来跟。那收受贿赂这条线交给我吧。好的，我们各忙各的，抓紧时间。刚回来啊？是啊，你去哪儿？哎呦，出去的。慢点啊。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啊，上车。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法医鉴定中心吧。你怎么知道？长征这个案子的核心线索就是曹大龙的尸检报告，你不去那儿还能去哪儿啊？上车吧。给你买了些意面，还有沙拉。谢谢。忙什么呢？在网上看看有关长征的消息，不管真的假的，我都看了一遍。现在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长征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他不会有事的。这么肯定？网上这些有关他受贿的消息，完全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点点实质性的内容。如果受贿是假的，那刑讯逼供的指控也不会是真的。真下了功夫啊！我现在能为他做的，好像也只有这些吧。既然不用担心，那吃饭吧。吃。
这位是滨西刑侦大队的经验，由于专业要求，我专门请他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曹大龙的尸检报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死者曹大龙的四肢还有躯干没有明显外伤，皮肤上有弹性，上有海水结晶物。死者的头发、皮肤、口腔、鼻腔均有藻类生物附着，这个符合海水溺亡的特征。我们接下来往后看，这个呢是法医从他的指甲里面找到的一根纤维物，上面还有血迹，而这个血迹不属于死者，所以法医判断曹大龙在生前有过拼命的挣扎，而他的指甲划破了凶手的衣服以及皮肤。血型鉴定过了吗？鉴定完了，与死者还有长征的血型不匹配。单凭纤维上的一丝血迹，还不能断定曹大龙就是他杀。所以我们接下来往后看，这个是曹大龙头发的照片，这应该是凶手在往水里拽他头发时留下来的伤痕。法医鉴定结果，他杀。我呢刚才就挑了一些重点说，其他的细节都在这个尸检报告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还要补充一点，尸检报告里面也写了，曹大龙的死亡时间是在当晚的11点左右，而那个时候我和长征正在大桥派出所，派出所的治安队长郝大志以及当时在场的所有民警都可以为他作证。太好了，小罗，马上带人去一趟大桥派出所，做一下取证工作。好的。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关于长征收受贿赂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恶意攻击吧？现在可以确认，所谓网络上的爆料纯属于捏造和构陷。刘源，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好，我们找到了在网上散布消息的源头，这个人叫康庄，说是网络大 V， 其实就是一个网络水军的头目，他的流量都是刷出来的。据他交代，曹大龙被害当晚，有个神秘人主动联系他，让他曝光曹大龙的视频，给长征泼脏水。为了博取眼球，同时也是在重金的诱惑之下，他不但接了单，还添油加醋地构陷长征收受贿赂。这种人也太可恶了。哎，那他自己的大 V 他也不要了吗？大 V 账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他们是计算过犯罪成本的。只要给的钱够多，连坐牢都不怕，就更别说区一个账号了。他有说那个神秘人是谁吗？据康庄交代，他始终都没有见过这个神秘人，对方一直都是单向联系他，使用的是网络电话，来电号码也是随机的动态号码，并且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还使用了变声器。那他是怎么把钱给康庄的？这个神秘人事先把钱放在了城西一栋烂尾楼的楼顶水箱里，事后通知康庄去那里取钱。我们对放钱的场所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所以这个幕后黑手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而且手段和游艇爆炸案十分相似，都是先杀人后嫁祸，并且目标同时指向了长征。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这两个案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要这么说，我师傅的死也很可能跟那个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赵家的人。先不说这个神秘的人物是谁，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长征在侦办游艇爆炸案的过程中，面对的环境和对手有多么凶险。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遭遇冤屈，我想这会让我们奋战在第一线的所有办案人员为之心寒。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我们必须以联合专组的名义，迅速地形成对长征一案的调查结论，报上级领导部门尽快地恢复长征的名誉和工作。我同意。
哎，好，进来啊！师傅，师傅，冷静冷静啊！干嘛呢？这是？你可算回来！你都瘦了！你看，恭喜归队啊！还有，祝万劫不复！来。行，好你一个万劫不复来，我收下了。我祝师傅晦气连连。去。这个老宋哪儿去了？他听说你有事儿，肯定躲起来了呗。别瞎说，我可听说了，这次专案组调查，宋哥没少替他说话。得了吧，哎呀，毕竟我俩搭档3年多了，能不跟我说话吗？小姐，现在可是上班时间，不在岗位上，在哪儿瞎混呢？小姐，我这前脚刚刚放出来，您电话就追来了。行了，别废话，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是。小姐找我。来，走吧。不去打个招呼？不用了，知道他没事就行。我们走吧。好的，好的，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慰问。谢谢。好，再见。我就相信这孩子是被冤枉的。我嘞也是向韩市长汇报长征一案的调查结果的。看来你已经知道了。市检察院的徐斌检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了这事儿。哦，好，那就好。啊，老青，你再敦促一下公安局方面，让他们发布一个官方的通报，啊，把长征一案的调查结果尽快向社会发布，让公众知晓，这样才能真正的平息谣言。好，我马上去办。小姐，进来。气色不错呀，坐。是。找我来什么事？是这样啊，经过局里研究决定，恢复你所有的职务，包括游艇爆炸案专案组组长。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打算是什么意思？这么说吧，这个游艇爆炸案，你还有没有信心查下去？那肯定得查下去。你就不怕再被人算计？这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生怕他们不再算计我。说说。您看啊，他们越这么往死里整我，越说明我们的侦查方向对了。戳到他们痛处了，他们才会这么隔三差五的往死整我，对吧？他们出手的次数越多，他露出破绽的几率就越大。可是曹大龙现在已经死了，你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断了。那就从头再查呗，怎么办呢？反正这个事儿他只要干过，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只要用心查，肯定会有线索。我怎么觉着你小子进去这么一趟，底气反而更足了呢？这叫大血压轻松，轻松挺且直。还学游了？这都谁教你的？那跟师傅学的呗。行了，你的态度和决心我都知道了，忙去吧。是，那我先走了。哎呀，该处理的处理，该封口的封口，该安抚的安抚。你的这番操作呀，
哎，比我预期的要好。不过你也不要怪老大老三他们在网上这种愚蠢行为，即便他们不这么做，警察也能查出曹大龙的死因。严国华来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哎呀，这一局啊，我们没有输。虽然没把长征拉下马，但曹大龙这个软肋，我们把他拿掉了。你看，曹大龙既是凶手，又是唯一的证人，现在他人不在了，所以长征在翻当年那个案子，几乎就是零。我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要对长征怎么样。说啊，我知道了。啊？怎么可能？你清楚电话，说你妈最近格外关心长征，而且省市成立联合调查组，就是你妈指使的。她怀疑这里边有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哎，你说他问我，说这个长征会不会是韩亚的儿子？不会吗？哎呦我天，疯了！哎，就即便当天他怀上了，我怎么可能让他带走赵家的种呢？爸，你常说不怕一问就怕万一，没有万一。嗨，我告诉你，你妈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让她为赵家生孩子比登天都难。哎，那我这是……不，你妈怀你的时候吧，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哦，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和你母亲离婚吗？不是被人发现你在外面两个私生子吗？那是我故意让他发现的。老四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们赵家的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大，这里边很多事情，我告诉你都是见不得光的。如果你妈知道了，肯定会去检举我。当时你不知道啊，你妈年轻、漂亮，又聪明又有魄力啊，一门心思往上爬，她怎么可能让我做她的绊脚石呢？影响她的仕途呢？所以你妈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她跟你那几个哥哥的母亲根本不一样，他们呢根本就兴不起风浪，更翻不了赵家这艘大船。所以你妈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妈呀，行，爸，这些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严国华。这些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严国华。什么严国华？我就不理解，这个长征对我们赵家的这个劲是从哪来的？你们都说是因为常飞，但那都3年前的事了。那你的意思是，严国华？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现了。上次游艇爆炸案，他也来了，2次的出现都帮长征化险为夷。我觉得他特别关注长征。他
他关注长征，就等于关注我们赵家呀。这个严国华可太危险了，号称警界教父，所以你要格外小心。你想请严国华吃饭？是啊，他一来昌武就还了长征清白，还帮副市长您在公众面前保持了清廉公正的形象，又帮了林阿姨这么大的忙。看你说的，好像我们走了他后门一样。妈，他确实帮林阿姨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又是您的老同学了，这饭不该请吗？那你这么积极，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找他？我才刚决定回国发展，身为律师，不应该多认识一些人吗？酒店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去外面吃，国华不会去，我也不方便，还得是家宴。家宴？您还会做菜啊？我是不会做菜，可你林阿姨不但做得一手好菜，而且去她家吃，不也合情合理吗？这按道理说，国华大哥帮了小征这么大的忙，我请人家吃顿饭，那不是应该的吗？可小征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万一要是知道了，又得埋怨我替他走后门，拉关系。那不让小征知道不就行了吗？再说了，如果真的他知道了，有什么想法，那思想工作我来做。毕竟国华跟常飞是交情不浅的老朋友，他去家里看看你们，留他吃顿饭，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事吗？常飞都走了3年多了，能想起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你别这么说，我们都不会忘记老常的。没有老常，小征就不会有完整的家，更不会有幸福的童年。你说的对，韩亚。要是没有老常，我当年答应你的事情，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好了好了，不说了。过去有过去的回忆，现在是现在的生活，将来有将来的希望。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都能过得好。小白，是我对不起你。你们为小征实在是付出的太多了。以后啊，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啊，外面出了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操办，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吗？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那这次你就还是听我的呗。好吧，那你来安排，你定时间，定好了告诉我，我准备几个拿手菜。好。严政委，长征的专案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你是不是打算要转地下了呀？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在担心这长征2次出问题，你都正巧都在昌武出现了？你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政委，作为2个专案组的组长，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别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对赵家就不一样了，这会让他们产生疑点。赵晓生老谋深算，赵鹏超也不简单呐。恐怕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你这是在担心我们秘密专案组的安全吧？所以我才反复强调，
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要是让他们发现有我们这个秘密专案组的存在，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啊！老严，我是韩亚，方便回个电话吗？姐，在前面的路口把我放下。好。好，你走吧。韩市长您好。国华，老同学了，你这么叫我可就生分了啊。好好，那还叫你韩亚。找我有什么事？我知道你人在昌武，想请你吃顿饭。哎，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请你的，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家宴？对啊。就长征妈妈家，林白，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常妃的夫人嘛。她请我吃饭，长征知道。吃饭的事儿没告诉长征。林白说，他把这种饭啊视为托关系走后门。这小子够轴的啊！那我保密。你答应了？有吃有喝的，我当然去。好，我准时到。到底是谁把东西拿走了？来，国华大哥，快坐，快坐。好好，辛苦辛苦辛苦。不辛苦，快坐吧。坐，好坐。哎，小超坐。哎，
严叔，我知道您没报备不能喝酒，这我们自家带的茶叶，你喝看看。好，这茶叶挺贵吧？啊，不贵，不值几个钱。要是吃完饭喜欢的话，带几盒回去。喜欢。我每天早晨都要喝一杯茶，不过带回去可不行啊，那我就算受贿了。都这么多年了，国华大哥还那么幽默，是不是韩亚？这职业病了，干我们这行的，只有做到滴水不漏，才能够防止别人钻了空子。严叔，这次回国，我就计划能够在国内发展，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还要麻烦严叔啊。你最好不要麻烦我。你们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大名鼎鼎刑侦总队的政委，谁敢忘了？对，刑侦，刑事侦查。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这个彭超，要是做了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到了要负刑事责任的高度，那我就是想帮忙我也帮不上啊，是不是？但其实我是给你提个醒，这孩子从国外回来，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对中国的事情还不太了解，我这是为你好啊。明白，完全明白。真的明白了？真的。我在澳洲有个朋友是非常有名的外科医师，也跟您说一样的话，希望我们别麻烦到他，因为他专门做的就是开刀切肿瘤。你看看，到底是喝过洋墨水就是不一样啊！我倒听说彭超一回来，这个赵家的企业就像枯树发了新芽一转眼的功夫，这个铁石矿业变成了四海集团，面貌焕然一新，规模扩大了好几倍，这都是彭超的功劳啊！严叔，您这就过奖了。我在国外学的是法律，对经商真的一窍不通。现在我们四海集团呢，交给我大哥还有三哥在打理，我就负责给他们偶尔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咨询。小超啊，从小到大就是书呆子一个，那生意场上道道多了，他哪懂啊？是这样。别光说话了，吃菜呀！好，来，干一杯。好，辛苦了。谢谢您阿姨。不辛苦。吃菜。别客气啊，吃菜，快吃。我不回队里了，我今天回家看看我妈去。行。不陪你了啊，今天回家看看妈去。等我放假我再过来。走了。严叔，这杯我敬您。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这杯呢，替长征敬您的。他这2次被人陷害诬告，您都专程从省城赶来昌武，把他捞出来，这恩情连我都嫉妒了。你这是怎么个意思？是说我偏袒长征呢，还是我假公济私啊？绝没这个意思啊。是这样。长征这2次的事情，其实跟我们赵家有点牵连。当然，严叔您的秉公执法帮了我们赵家很大的忙，也帮林阿姨非常大的忙。那也应该你林阿姨敬我才对啊！国华，你这一直都没有喝酒，怎么老是跟孩子挑理呢？那我就和小超一起敬国华大哥。来，阿姨，等，先让我跟严叔讲清楚啊。其实长征跟赵家的过节我也都知道，我是学法律的，您是执法的，有证据您抓人我没话说，
但在私人感情上，我是我，赵家是赵家，不管如何，长征还是我弟弟。你胡说什么呢？长征怎么就是你弟弟了呢？他是林阿姨的大儿子，都管你叫韩妈了，不是我弟弟吗？小超说的对呀，是弟弟呀，是弟弟，是。所以，严叔，这杯酒我替我弟弟敬您，谢谢您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这样可以吧？当然可以，来。来吃菜吃菜。好，去趟洗手间。好。来，吃菜啊。来，韩亚。哎。啊，明白。谢谢。明白的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好。好吃，好吃。吃啊，别客气，多吃点。妈，我回来了啊。哎，严政委，韩妈，你们都在这儿啊？啊，在家做饭也不跟我说啊？我看看，做什么好吃的？是我把你严政委给叫来的，他不是这几天正好在长武吗？我们老同学好久都没见了。啊，韩妈，咱们也好久没见了。是啊。嘿，哎，这还有个人啊？哦，你韩妈带着儿子一起来的。哦，带儿子来的。哎，赵鹏超啊。哎，你回来了。你来干什么呀？啊，我们今天专程是为了你的事，来跟严叔道谢的。我用你替我道谢啊？出去。长征，你怎么说话呢？长征，妈，你别管这事啊，出去。哎，小郑，彭超是陪我一起来的。韩妈，您来我们家，随时都欢迎。但如果您要带赵家人来，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们家永远没有赵家人的位置。长征，你别过分啊！妈，我爸在这看着呢。我爸还没入土，他们赵家人就到我们家看着他了。小郑，你别生气啊。我们马上走。韩亚，你别走，今天都是我请来的客人，谁都不许走。要走你走，你走。严政委，长征，我们晚饭结束了。今天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批评你一句。你走之后，你妈妈的状态非常不好，你给她打个电话，道个歉吧。我知道了，严政委，谢谢啊。怎么样？今天这顿饭，严国华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怎么你输了？平手吧。可以啊，第一次交手能打成平局，不错啊。
他今天表面看起来轻轻松松的，但其实心里还是踩着那个底线。我感觉出他对我的试探是有充分准备的。你现在明白了吧？我和他30多年的交往，为什么一直泾渭分明？我对他示好，他真的油盐不进。可是，一提到长征，他马上就表达出这种明确的保护信号。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背后支持长征？我不知道，我们没聊那么深，而且我也不敢过度的试探。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如果2家人要他选，他肯定站他们那里。我想，他关注我们家应该也不是1、2天的事了。哎呀，以他现在的身份，如果他死盯住赵家，恐怕……爸，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早部署应对方案了？你现在有吗？之前在澳洲的时候，我跟技术就有讨论过并购当地铁矿石公司的可能性。这一阵子，他也在考察相关的企业。有下文吗？有一个澳洲的9B9铁矿石公司。怎么你想收购这家公司啊？通过并购获得海外市场，同时也能让我们四海集团做大做强，增加国际的知名度。这对我们家的安全系数也会相对的提高。你不要总给我画饼，直接说冲击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种资产转移，只要我们合规合法的走完所有的程序，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将我们家全部的资产转移到澳洲去。哎呀，我早就预料到了，这是迟早的事情。嘿，还给我挂了。要我说呀，你妈不把你拉黑就不错了。你平时吧都不怎么回家，这一回家就把工作带回去。哎，你平时那个机灵劲儿都去哪儿了呀？嘿，怎么？那你妈没招了呀？怎么可能啊？哎呀，哄我妈，我还是有一套的。妈妈，还生气呢？不要再生气了，毕竟我也还是个孩子嘛，说错话在所难免的。别生气了啊！你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回去，咱俩就折腾，谁也别睡觉了。笑啥呀？哎，没想到你还有卑鄙的一面啊！这都是居家必备的。回了。哎，外放外放。我没事了，你也赶快休息吧。你看看，亲妈能哄不好吗 ？Nice。妈妈晚安。哎呦，妈妈晚安。妈妈晚安。妈妈晚安。爸，您应该知道我的用意啊。是啊，知道知道。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一直是重男轻女。也知道，在赵家，女人是进不了户口本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儿。但是，你妈却例外，因为她是我唯一上心的女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女人很麻烦，干不了什么大事儿，相反，还要考虑他们的安全。你知道，当我们赵家赚了第1桶金的时候，安全这2个字就像紧箍咒一样，紧紧地箍在了我的头上。确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退路。包括你们哥几个。哎呀，你那几个哥哥的母亲呢？说实话，没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修养。哎，你想，这样的基因繁衍出来的后代能有后劲吗？但是你的母亲例外啊。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走向社会，无论从情商还是智商，都高人一筹。他能赢得现在这个位置，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可惜啊，赵家没能留住他。不过还好，你却继承了他和我的优秀基因啊，所以你就是我们赵家的唯一希望。我呀，为自己，为赵家想过很多种结局，当然也想过远走他乡，总比留在这儿被抄家坐牢要强，是吧？那么既然你现在已经计划好了，那你就放手去做吧。过几天我不是过寿吗？借这个机会把纪律请过来，坐下，好好唠一唠。我正想跟你说这事，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彭超啊，我可有个要求。澳洲当然是你的地盘了，到了那儿以后，你的2个哥哥，当然也包括我，生活条件各个方面绝不能比昌武差，这一点你必须要保证。其他的事情就由你说了算了，啊。明白。四哥，说，这是小邱，还记得你跟我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吗？当然记得。你说我们终究要回到澳洲去，那里才是我们施展拳脚的地方。时候到了。真的？这上面标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布局。酒店、旅游、物流、矿业，还有畜牧，这么大的布局，得投多少钱啊？那不得是天文数字？所以我需要你啊，帮我清算一下集团的资产，可以动用多少现金？另外，家里的资产可以换到多少现金？明白。
另外，我爸下周过60大寿了，让他办场生日吧。办生日，四哥，这好像跟澳洲的计划没什么关系了。我们有一位贵宾从澳洲来的。明白了，通过生日掩盖他此行的真实目的。去忙吧。放心吧，四哥，都交给我了。玩不烂了，涛哥，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今天我就不坐你车了。行，那不管你了啊。说话慢点，涛哥。赵家在昌武的产业规模，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扩大了好几倍，现在又把手伸到了澳洲。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之前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弄清楚了。此前赵家的四海集团对多个项目进行了收购，从账面上看，所有的款项已经全额付出，但实际上赵鹏超只支付了首期款，剩余的款项被他大部分转移到了一个秘密的账号。那他两个哥哥就这样放任自流，由着他来？赵鹏超的这个小动作有可能是瞒着他两个哥哥的。根据目前的信息，这笔钱未来的走向十有八九就是澳洲。莫非赵鹏超的并购计划只是个幌子？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赵家的资产全部转移到海外。除了这部分资产，赵鹏超还在清算家族的资产，只要能带走的，我想他1分钱都不会留下来。难道这小子闻到了什么风声，想跑？风声倒未必，不过我觉得这小子早就盘算好了，只要钱到了澳洲，那不全都归了他了？那是他的地盘啊！别说两个哥哥，就连他爸爸，谁敢说个不字？他究竟会通过什么途径转移资产呢？我只知道他把这笔钱投向澳洲，但具体投什么还不清楚。不过下周是赵孝生60岁的生日，赵鹏超要大宴宾客，这其中有一位从澳洲来的贵宾。哦，这可是我们难得的好机会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不仅要找到这位贵宾，还要利用这次机会，暗中搜寻被赵鹏超藏匿起来的团伙成员。可您觉得赵鹏超会同意让这些人也参加寿宴吗？这就由不得他了。老爷子60岁大寿，能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呐。被赵鹏超藏匿起来的那些人，对我们来说是有案底的，可是对于赵家人来说，那绝对是功臣。赵鹏超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不会不权衡这中间的利弊的。当然得请。当年把他们藏在果园里的人是你，现在又要把他们放出来的人还是你。
这是爸60大寿，这么重要场合，能不请他们吗？他们要是有一人不高兴，跟我们闹起来，谁能收场？三哥，那都你兄弟，要不你安排一下吧？好啊，没问题啊。不过，可千万别不过。你这一说不过，我心里直抖啊！你这，我是想说，让他们10人一组做包间，我们做包间，他们也做包间。明白，安全第一嘛。OK 啊。那安保问题也交给老三喽。这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2位只需要来吃好喝好就可以了。我就是个残废，什么也干不了。这样安排挺好。老四，辛苦你了。我听大哥的，辛苦了，老四，辛苦了。哥，你找我哥？把那2件东西拿去鉴定一下。哦，这不头发吗？谁的？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丫丫的。哥，你这是要做亲子鉴定啊？能不能小点声？对，不是哥，那老爷子一直让你做，你都不肯，那咋就突然改主意了呢？过2天老爷子不是60大寿吗？老四把该叫来的人都叫来了，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如果丫丫是我的，我就借这个场合，逼着老爷子把这个孙女给认了。哎哥，那要是丫丫不是你主，咋整啊？你是在找死吗？那我先去了啊。据我们分析，赵乔生60岁大寿，赵家成员里里外外都会到场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老张，你说说情况。好，这些人去寿宴酒店都会开车去，所以车牌号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我们可以记录下这些车牌号，顺藤摸瓜找到车主，从而框定赵家团伙的成员。这个简单啊，我们可以趁人不注意，用手机把过往的车辆记录下来。不能用手机。什么？我要你负责监控周围所有的人员，只要在用手机的，都要上去盘查一下。我查啥呀？就让你查他到底是在真打电话，还是在偷拍。哦，明白。我们这么大的动作，公安那边一定会特别关注的。在昌武，这公安跟我们不都一家人吗？是吧？不管是用手机录像还是照相，都会存档。如果被赵家人发现，不但要危及你们的安全，更有一种可能，就是把我们整个秘密专案组都暴露了。可是，不用手机的话，那用什么来记车牌号？用这里，死记硬背。但赵乔生的寿宴去的人再怎么有100多个吧，光靠脑子记得住吗？